很多时候，有些人对自己现在所在过的人生，其实你是找不到意义的，你是找不到意义的。那甚至当你的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你甚至不知道你如何去找下一个阶段人生的意义。因为我这样说好了，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子，我觉得结婚没有意义，我觉得认真工作也没有意义，我觉得一辈子这么辛苦也没有意义，我觉得跟人家这样吵架也没有意义。好，当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好，各位你要去想那时候一个人的心情是怎么样。你刚刚哇嘞没意思啊。好，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当一个人告诉自己，我相信这个过程会有意义。好，回到刚讲的，很多的意义，未来不是人家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为自己开创的。在赛斯心法里面，宇宙从来没有一个能量被白白的花费掉。好，我觉得这已经是到终极的信念了。宇宙从来没有一个能量被白白的浪费掉。好，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人讲过一句话，说上帝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。这个世界不会存在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好，比如说我这样说好了，也许各位你在一段婚姻里面，假设20年，好，你觉得你在婚姻里面付出的一切，为别人着想，好，可是到最后你发现你人财两失，到最后你发现众叛亲离，或是你做个老官红嫌个老挪，你就质疑了这20年来的所有的意义。可是各位，好，我劝你不要这样子。我知道你会很愤怒，我知道你会指着老天问为什么，有没有？是啊，好，可是我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，你走过所有这些过程，好，凡走过绝对留下痕迹，绝对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，绝对没有一个恋爱是白白的因为失恋而浪费掉的。宇宙当中唯一不存在的就是浪费。我不知道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宇宙中唯一不存在就是浪费，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自我意识说这个没有必要，这个没有意义，这个我做这么多又得到谁的掌声了？是啊，好，但是其实在整个宇宙的过程当中，好，不知怎地，你过去以为白走的、白费的，你过去认为你的付出，所有一切都付诸流水的，好，其实如果以赛斯心法来讲，我要说各位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宇宙当中从来没有走错路。所以后来我记得我在跟一个这个强迫症的个案在做治疗的时候，因为大家知道强迫症的本质就是他深信一定有对跟错的决定，所以他终其一生他在思考我如何避免做错的决定。所以每件事情他要反复的去思考，每个门锁要反复的检查，每个瓦斯要反复的检查。因为第一个，他不但不能做任何他觉得错误的决定，再来，他认为一旦有些错误你犯了之后是绝对不可挽回的，叫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所以他终其一生，他最大的目标是他不一定做对，但是他绝对要避免犯错。他不一定做对，可是他终其一生，他在避免自己犯错，因为他相信，当犯错这件事情是宇宙当中的不可原谅，宇宙当中的浪费，宇宙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损失。所以他的人生，他终其一生，他在找我怎么样可以不要犯错，我怎么样可以反复的检查，我怎么样在人生当中小心谨慎。可是各位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会跟他说，你从来没有真的活过。人生就是去勇敢的犯错，人生就是去勇敢的犯错，而且永远你可以在勇敢的犯错当中学习。各位，这就是人生。好，所以这样常常我们父母亲也是一样，常常告诉孩子尽量避免犯错。各位，其实不对，你们的教育都错了。绝对不是让孩子去避免犯错，而是绝对是让孩子在每个犯错当中发现，其实那不一定是错，他反而在人生当中有意外的发现，意外的发现。而且刚刚提到，各位，宇宙没有浪费。如果有浪费，就是你不断的自责跟后悔的心。
你不断的自责跟后悔的心，才是宇宙唯一的真正的浪费。当你不断的后悔，不断的自我责备，不断的怪自己，当初如果不做这个决定就好了，当初如果不是嫁给这个人就好了，当初如果不是念那个学校就好了，当初如果用功一点就好了。各位，唯有你不断的自责的心，不断的后悔，不断的去想过去如果不怎么样，今天怎么会怎么样，这个心是浪费的。但是说它浪费也不对，因为当你在浪费更多的时候，有一天你会醒过来。各位听懂吗？好，当你不断的自责，不断的这个后悔，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把后来你人生的每一个最宝贵的时间都花在后悔跟自责了。而当你的一辈子接近终了了，你会警觉过来，原来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在后悔过去，而从来没有好好的在当下把握当下跟未来。